Hello, magicians. Now it's November. I remember back in October we have the AMA in Telegram with live questions submitted from the community and we answer them. It's a new format for us. And we did a poll to see what kinds of format that are preferred by the community. And it turns out that the community still want this video format for our AMA. So we stick to the video format AMA. And here we go again for November. And as usual, we have our CEO, Mr. Wen Tao, to join us. And we have several questions in this AMA. The first question comes from Emosh13. How can blockchain technology be effectively utilized to tokenize real-world asset RWA, such as real estate, commodities, or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while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 related to legal compliance, variation accuracy, liquidity, and interoperability across different blockchain network. So you basically cover all the thing, Emotion. And what are the potenti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the widespread RWA tokenization on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This is quite a complicated question covering a lot of topics in a simple question like this, Emotion. And anyways, I will have Owen to address this as usual, and Owen will answer this question in Mandarin. And you can refer to the subtitles or the text format of this video for details. And I will pass the time to Owen. Owen, 陶总，麻烦你好。好的。先回答第一部问题，就是面对这一次几个关键挑战的一些，就 RWA 在面对这个关键挑战的一些。那么第一个就是在法律合规的层面，法律合规层面，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说，就是在未来的 RWA 世界中，我们认为应该是把合规的这些法律，我们逐渐把它们都模块化，就是把它们都变成像链上智慧合约的一个一个的模块。对，然后比如说像这些，比如说资产的什么受益权啊，像这些投票权啊、分红权等等等等，我们要把它们都做成模块。然后整个合规的这个就是这个规则，我们尽量都把它写到智能合约里面去。对，而不是避免，就是我们有一部分是在链下，有一部分在链上，就是我们尽可能多的把更多的东西写到链上去。这样的话来更好的来面对这个就是法律方面的这个合规性。而且我们认为就是目前来说，首先这个 RWA 的法律，它也是一个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对，所以在这个阶段上，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来做这个 RWA 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保留这个合约可升级的这样一个模式。对，当然就是升级的要求，就在什么样情况下可以升级，我们要符合法规的去制定一系列的规则。但是合约一定是可升级的，因为我认为这个法律法规它一定是随着 RWA 的这个市场的进程，它也是在不断完善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合约可能并不符合明天的法规要求，所以就是我们也要保证合约它可以与时俱进的去合规，去当法律法规有一些要求的变化时候，我们是可以通过升级合约的方式让它来合规，而不是每次都去发新的合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合规的这个在方面我认为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尽可能把就是东西都写到合约上，第二个就是保证合约是一个可升级的状态。当然这个合约升级的规则我们要很明确的说清楚。对，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估价的这个准确性的问题。这个其实对于我的观点来说，其实估价的
准确性，我认为它并不一定是一个一定要达成的一个条件。对，在资产上链的之前，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合规的，包括我们与第三方的这些机构去合作，来把它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产评估的状态。但上链之后，我认为资产它的价值就是应该是由市场的供需、买卖、流动性这些来决定。对，所以它的正确的估值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所谓一个估值来决定它的这个价值。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估值准确性在资产上链之前，我认为有价值，然后它是一个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点。更多的这个资产未来的价值是由这个链上的，是由用户之间的交易，是由用户之间的买卖、供需关系这些来决定的。对，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流动性的问题。流动性问题，其实我觉得，嗯，有这样几点吧。第一点呢，呃，就是其实要让一个资产有更好流动性，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有更多的交易者。那更多的交易者呢，其实比较容易的方式是我们去降低一个交易用户的一个准入门槛儿，对，来放大这个买方和卖方的这样一个池子，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参与交易。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要对这些用户有足够多的一些保护以及风险，就是准确的风险评估。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来降低一个准入门槛，让更多人来参与这个游戏，就是来参与这个市场。那么，呃，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去提供比较好的一个流动性。当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个传统的中心化的这样一个金融市场，他们的一些做法，把一些有效的一些金融工具拿到这个市场里来，呃，就是比如说比如加杠杆这样一些方式。那么我相信这也可以有效的去提升一个流动性。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跨链互操作的问题。我认为跨链互操作它核心，其实跟 RWA 是不是 RWA 资产其实没有关系的。对于任何类型的资产，它在跨链互操作方面的话，那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安全性的方面的考虑。对，那么其实核心的目标，我们就是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这个，就是跨链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一个双花问题嘛。那么这个其实，在现有的这些跨链架构的解决方案中，我认为都是可以比较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链之间，我们要用同样的标准去描述这些资产。对，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区块链平台上，我们要保证他们的这些标准统一的，我觉得做到这点就可以了。那么 RWA 的大规模应用，我认为对全球的这个金融体系呢，其实我认为两个方面的影响吧。第一个方面，我认为是比较积极的，就是毕竟呢说我们采用 RWA 的方式呢，其实一方面我们相当于把现实世界的这个资产把它们数字化，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说是扩大了全球的这个资产规模，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的话，也是扩大了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财富效应。而且对于很多实体资产来说的话，把它数字化的话，可以有效的去提升它的流动性。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资产它的价值其实嗯，是可以受到流动性非常大的影响的。我们就以黄金举例嘛，在以前的时候，就是如果黄金只是通过实物交易的情况下，其实黄金是很难达到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的。正因为我们把黄金的交易放到链上，放到了线上，现在比如说像纸黄金或者买卖黄金指数等等等等各种方式嘛，大家就是我不持有实物黄金，但我也可以很容易的去买入和卖出黄金。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黄金的价值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对于任何的线下资产来说的话，它把它的资产放到链上数字化之后，都可以极大的去提升它的流动性。那么对于这些资产乃至是全球的这样一个财富项来说，都是一个正面积极的一个影响。当然，它有一些不太确定性的影响。那么其实最大的其实就是一个监管或者风险上的影响。对，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商业模式，一个新兴的市场。那么对于这样来说的话，无论是对于这个法律来说，还是对于这个传统金融的这个规则来说的话，都是一个挑战。那么
当然，我们也就是一方面是法律法规的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去cover 这些风险。另外呢，就是随着这个整个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这些的进步，也可以更好的去解决这些风险问题。对，所以这个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我认为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一方面就是这种新的资产形式会给传统金融市场，我认为会非常有效的推动它的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需要这个相应的这些基础设施，这种软件方面的这种监管措施不断完善，来规范这个市场，然后帮着它一步一步的前进。其实跟加密货币市场也是一样的，加密货币的出现最开始也是一个野蛮生长的状态，然后随着各个国家出台各种各样的相应的法律，那么这个市场也是在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正面积极的向前去发展。对，这是我的看法。好的，谢谢陶总。The second question comes from Jerry. Jerry, how are you? I got your message from time to time at Telegram, asking a lot of questions and have a lot of opinions, comments, something like that. For some questions, I have answers for you, and most of them I don't have answers for you. And please bear with me. I try to do myself, and yeah, that's what I can say. Jerry, your question is about, can you tell us any update about Hebless? We're still waiting for the launch. Or you are, are you saying, are we still waiting for the launches? Okay. 陶总麻烦你哈。好的，据我所知呢，就是 Happiness，最近他们还是有一些新的进展的，就是他们也在，就首先这个产品的 App 已经上线了，然后，第一批原型机是有了，然后后面他们会去进行一些量产的工作，然后同时据我所知，Happiness 的这个商业模式也是有了一些调整和进化。对，然后除了这个接上脑机接口之外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去增加一些更多维度的这个生物数据来综合的去帮助用户去改善这个睡眠。对，然后他们产品应该会在不久将来，应该1-2个月内吧，就是可能开始启动像预售，包括一些这个试用体验的上线这些东西，大家就敬请期待就好了。他们也在不断的完善产品，去就是完善自己的这个商业逻辑，然后希望能给大家推出一个更好的产品。Yep, Jared, a lot of things going on with Hebless. They are trying their best to commercialize it, and they are right now in an industrial design stage for the EG happened. And also they did have some breakthrough in terms of onboarding kinds of other devices aside from the EG headset, trying to kind of broaden or tap into existing market. So this is something they are working on, and as far as I know, they are on very good progress, and I am happy to see they moving forward. Jerry, and so the next question, the third question from Cactus, 19925. As BCI enabled avatars gain autonomy, what safeguards are in place to prevent unintended or unauthorized on-chain actions triggered by misinterpreted neural inputs? Is there a mechanism for users' confirmation or anonymity detection before execution? Very good question. This is infrastructure related questions, which I may be able to kind of answer after Ovens. Yep. 陶总，麻烦你解答一下哈。好的，我觉得这个，核心是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一个操作的一个权限管理问题。
对，我认为对于操作权限管理，其实，未来无论是我们直接使用 BCI 的，就使用我们的脑波去进行操作也好，还是我们的 Avatar Intelligence 它在进行操作也好，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对，所有的事物进行一个权限分级，就是有一些最低级的，那可能就是我们直接允许 Avatar 来进行操作，或者是就是我们的脑波的它的这个发出指令就可以进行操作了。有一些事物是这样的，然后有一些事物呢是需要用户再进行二次确认的。二次确认呢，可能包括脑波的确认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指令型的确认，比如说我需要说出是这种字眼儿，然后它可再进行进行操作。然后第三层呢，就是一些安全性级别更高或者隐私级别更高的。那么除了需要这种确认之外的话，可能我们还需要进行二次的这个这个授权型的这种安全认证。比如说我需要念出一段指令型的这种密码，或者是我需要加上我的一个手指静脉的一个确认，才能进行一些更高级的确认。比如说我需要大量动用我的在虚拟世界中的资产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不仅我需要有一个确定我要干这件事情，而且我可能需要在一个二次的一个安全性的确认来保证这样一个安全，就是来保证这个东西是真正的这个是我想去操作的。对，然后所以呢，就是防止这种误操作呢，其实就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呢，就我们需要把这个事情，我们把它进行各种各样的，通过安全级别来进行一个分级。那最轻微的、中等的和重大事项，对，那么也对应着就是我们人类用户他需要去进行一些不同的一些确认的级别。那么另外呢，就是随着 AI 的发展的话，其实也是会不断的加强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异常检测机制。那么异常检测机制呢，它其实就是也是呃就是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说就是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也会去判断，就是 AI 它本身也会判断这个行为是不是与我们原来的模型有一些比较大的偏移。那么如果是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移呢，那么即使它是一个这种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一些这个低风险的操作，那么它其实也是会提示用户的。那么用户对于这种提示之后呢，用户会给出 yes or no 的这种就是这种反馈。那么通过这种反馈呢，那么 AI 可以去不断的进一步去修正这个所谓的 Avatar 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准则。对，然后同时呢，就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AI 它也就是这个所谓监控这个异常检测机制的这个 AI 呢，它也会随着我们的反馈，它去不断的去完善它的一个监测的体系，来提升它的一个怎么说？来提升它的一个这个就是监测到异常的这样一个准确度。这个其实跟机器学习中的一种形式是，就是像这种有种无监督学习，其实是很接近的。在无监督学习中，它其实不是用用户人类去对于这个东西去进行评级。其实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训练一个这个就是画画的一个 agent 一个 AI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是如何评价他画的好不好呢？其实一种评价方式就是我认为这个画是人画的还是机器画的。对，在很多情况下就是用人工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评价。AI 画了一幅画，我去评价这是人画的还是 AI 画的。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混杂着很多人类的作品。对，当 AI 的这个画出来的东西，可能95%的情况下都会被人认为是 AI 评价的时候，那么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模型已经训练的很好了。对，这是常见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人类并不参与这个东西，而是就是我们在这个体系中放入两个 AI，一个是用来画画的 AI，一个是用来做评价的 AI。那么做评价的 AI 的它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我们每出来一幅画，开始的时候都是人工对这幅画去进行评价，这是人画的还是 AI 画的。那么 AI 会对这幅画去进行评价，那么它会不断的去修正自己的评价标准，达到跟人类
接近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去代替人来做这件事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就有两个 AI，一个是 AI 它去画画，一个 AI 去对这个画进行一个评价，对两个 AI 共同的就是他们也是一个共同进步的一个过程吧。其实对于我们的就未来在 BCI 发展之后的 Avatar Intelligence 这个时代来说，其实也是会有两个 AI 存在的，一个 AI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分身，另外一个 AI 呢，其实就是有点像 AI 世界中的一个警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样一个角色吧。那么他会去发现我们 Avatar 的一些偏离的一些这些行为吧，然后并会去纠正，他们之间也是一个共同发展进步的这样一个过程吧。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Yep. Cactus, as you may aware, we kind of shift gear from avatar intelligence to RWA, this sector, and we have been promoting these RWA things sometime in July, something like that. So, avatar intelligence is something that we're still working on, but kind of we put more resources onto the RWA sector. It is a very hot topic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Hong Kong, where Matrix Foundation is based, and we believe that we have this geographic advantage to tap into. Yeah. And the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Emosh again. Emosh 13. Is Matrix Power Wallet compatible with various cryptocurrencies and blockchain platforms? 陶总，麻烦你。好的，原则上呢，就是我们的Bell Wallet 就是我们采用这个手势清迈的，包括未来我们采用的就是我们希望来做的采用脑电波来进行认证的就是生物的 Wallet，它其实原则上它是兼容各种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平台的。就是未来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提供相应的一些接口。只要你是符合标准的这种加密方式的这种区块链平台的话，原则上是都可以接入来使用我们的这个功能的。对。Okay. Next question from Mesut. Matrix AI Level has been combining AI and blockchain since 2017.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Matrix unique compared to the new AI blockchain project that appeared recently? Yeah. 何总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其实Matrix AI 呢，在去中心化的 AI 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思考和我们的这个行动，其实还是我个人认为啊，其实还非常有前瞻性的。其实我也看了一些最近新兴的一些就 Web3的或者基于 Blockchain 的这些人工智能的项目。他们其实就是包括最近的一些 DeepIn 啊，一些这些东西，他们其实在目前在做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几年前就已经提出并且已经实施的一些东西了。对，就是我们其实做的要比他们要早很长时间，也要早好几年吧。其实比他们要领先1到2个起码1到2个时代吧。就对，所以就是我看最近的新兴的一些 blockchain 的项目，其实他们也没有一些什么这些基于 AI 的，我们也没看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以前就是我们已经提出的概念，包括我们已经做了的产品，其实就是大概就这样的。对，所以我觉得 Matrix 的独特之处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 AI 的这个赛道上，我们的思考这些我们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Okay. Yep. First of all, Mashoot, when you say what makes Matrix AI Level unique when compared to other AI projects, Owen addressed that before in one of the AMAs, and also we do have an articles trying to kind of differentiate us from other AI projects, and Owen also mentioned that
we do have the products already, and we do have those forward-thinking concepts already, and I can verify those. The reason is because when I deal with those potential partners, ecosystem partners, when I try to present the idea or when I try to search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make public on their website, what they are planning to do, we already done that and already in place. So yeah, this is kinds of proof that I can spot what Owen just mentioned to you whe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And then we have another question coming from Metin. This question is about Metron. Metron could achieve great success in augmented reality game, so-called AR games. Do you have any thoughts on that? Metatron can be applied in many different use cases, and games are, of course, one of them. But is that our priority? May not. It can be done by the developers by themselves. Yeah, and I'll pass the time to Owen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for Metin. 唐总，麻烦你。OK，对，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idea，对，就是我们认为就是 Metatron 其实在游戏方面的话，它有很大的潜力。其实，就是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个，其实都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脑电波去进行一些操作。对，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一个。就是前进、加速、刹车等等，对，那么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 Metatron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Metatron 呢，它其实原则上是在采集生物电的一个产品，对，它除了能采集脑电之外的话呢，它其实还可以采集这个我们用户身上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电流。采集我们用户肌肉身上的电流，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在之前的这个就是 AMA 中我也提到过这个点，对，就是说用户比如说他其实除了这个脑波以外的话，他可以去做一些增强型的一些体感游戏，那么就比如说这个我把这个就是Metatron 的这个电极贴在我的双臂上，那我可以去监测我手臂的肌肉的一个发力的一个情况。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么，比如说这个目前来说，就是中国的这个就是国家队的这个拳击队就在使用这个产品来进行这个拳击的训练。那么就是教练可以看到这个用户这个拳击手他去进行直拳的时候，他的这个手臂上的每块肌肉的发力顺序是不是正确的，发力的比例是不是正确的？对，那么它其实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做一个全身有很多这个金属触点的一个健身衣，对，那么我们在核心放了 Metatron 的这个芯片，那么它其实可以采集到我们全身每一块肌肉的一个信号，那其实就是它就有点像这个动作捕捉的这种效果，但其实还不太一样。动作捕捉它其实捕捉的还是你的这个动作的形态，那 Metatron 其实捕捉的是肌肉的一个运动的形态。那么其实结合这个，包括结合脑机，那它其实还有很多创新性的这种增强现实的这种游戏的方式出现。对，所以呢，我觉得 Metatron 在这个领域的话，应该还是很有空间的啊。OK， 谢谢老总。Last question come from Joe Brecco. The pie is big in stablecoin and RWA market. Do we have real competitors? We have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This will make us the preferred choice. What's your opinion about that? And I will address this question, Joe. The first question is, do we have real competitors? Actually, before I answer that, I would like to kind of release what our focus will be. That is RWA, as I mentioned earlier. But in terms of RWA, we want to kind of transform the personal biodata into a real asset class.
let me repeat. We want to transform the personal biodata into a new asset class for RWA with our infrastructure. And that is our attention for the coming days. And you will see more details coming to you bit by bit. And that answers your question about what makes us the preferred choice. And you can refer to the details. We try to solve 4 core issues in these new asset classes. Stay tuned with that. And do we have real competitors? No, as I said, this is a new asset class. We try to provide infrastructure for this new asset class that generated by every human being. As long as you are alive, you are producing biodata, and these biodata are huge assets that to be tapped into. 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And that answer the question from Seth Script. What is the position of Matrix AI level in the next few years? So stay tuned with us for this new asset class. I can assure you it will be very promising. Thank you. 陶总，那谢谢你的分享哈。And again, thanks to all magicians who submit questions to us, and we will have the AMAs next month, December, when the Christmas is happening. And before that, take care and stay tuned with this new asset class with u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s, Owen. Yeah, bye. 感恩节快乐 ，Happy Thanksgiving. Yeah, thanks. Happy Thanksgiving. And pray for Hong Kong for the accident in Tai Po. Bye. Bye.